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懂得转弯，路才会好走啊。人生旅途中啊，有时候看起来是前进无路啊，其实并不是没有路啊，而是我们不具慧眼，所以看不到还有路。人有逆天之时啊，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意思是说，人即使有违背天意的时候啊，上天也不会断绝我们的人生路了。因为条条道路呢通成功，方法总比困难多啊。条条道路通长安啊，转个角度有出路啊，左转不通，右转通啊。以上这些句子都是强调了不同的方法都能通向成功的道理呀。那前進的途径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最终的要达到的目标却是一样的啊，叫做殊途同归嘛啊。虽然天无绝人之路啊，但是如何选择跟把握走好这一条路，那确实需要运用智慧啊，也才不会走错路啊。因为人生路并不是一条直路哦，有时候要懂得转弯啊，路才会好走啊，也才能走得更远呐。那要这样，就要灵活调整方向跟方法，不要固执于一条走不通的路，而是要根据情势做出最适切的选择，坚持走正确的路，才会看到希望。如果坚持走不正确的路，那只会是一条不归路啊，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啊。那这样就是一条什么死路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觉醒呢，人生才会少走很多冤枉路啊，也才能让我们更快找到通往成功跟幸福的道路啊。因此，学会转弯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人在面对现实的环境或困顿的外境的时候呢，需要懂得及时转弯啊，而不是横冲直撞或消极的逃避啊。那转进跟迂回呢，就是老天爷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呢，为我们准备的康庄大道啊。人生有时候看起来无路可走，其实是我们自己搞错方向而误入歧途啊，以致道路崎岖不平啊，颠簸难行啊，甚至险象环生啊。佛法虽然告诉我们要难行能行，但是如果舍光明大道不行，而行于羊肠小径，让自己随时陷入迷途跟险境之中，那这个就属于不智之判断所致的一流的高尔夫选手呢，绝对不会轻易让球进入沙坑啊、水池啊或者深草区啊，因为这些地方都会造成困境所以唯有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会有制胜的机会嘛。然而人生并非事事如我们所愿如果一旦失手造成囚入困境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就要发挥转个弯及时回头的危机处理能力啊，让自己及时脱困而出甚至让逆境呢变成真上缘也因此呢，比赛精彩之处不是自己一路遥遥领先而是彼此互有领先尤其是在逆势的关键时刻呢，能扭转劣势转危为安后来呢逆转胜那这样才是一场精彩的比赛那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精彩亮丽的人生也不一定是风平浪静、顺顺利利的人生而是历经百般挫折，历尽风吹雨打之后呢，最后苦尽甘来倒吃甘蔗这个就是浴火凤凰般的蜕变人生嘛也才是精彩的人生有一句话说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若精彩，天自安排那这个天自安排的意思就是说，老天爷自然会助你一臂之力但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先帮助自己，因为自助而后人助，人助而后天助这句话我们也讲了好几次了那这个有先后顺序，就好像佛家讲的，要先自耕福田之后才有可能呢
自得福源呐。做在先了，得在后了。有做才有得嘛，有舍才有得，也是一样的意思啊。而要人助或天助呢，这个就要有好的人缘做后盾的。那众生缘结得好，那自然是命中多贵人嘛。其实现代的人都生活在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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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慷慨激昂的号角里面不管脚下是宽广平坦的马路也好，还是蜿蜒曲折的小径也好，一心想的都是往前冲啊，脚步越来越快，那生活步调也越来越快，没办法停止造成了身忙心也忙身累心也累做到最后呢，筋疲力尽倒下来了其实这个是很多人的现在的这个生活写实其实前进或后退，并不在于你面向何方你面向哪一方都不重要关键是在于目标的位置在哪里所以面向目标不一定越走越近那背向目标也不一定是越走越远这个就是曲直向前的道理了。那直线虽然是距离比较短，但不一定找到那绕道虽然会加长距离但也不一定晚到举例来讲大马路塞车的时候，绕道反而更快有时候比较短的距离路线，那可能红灯绿灯多也容易造成塞车而选择远一点的路，虽然距离稍微远一点但路况比较顺畅反而更快达到目的地那这个都是每个人都有的开车经验嘛。那开车的道理是这样，人生的道理何尝不是如此呢？举例来说了有些人一毕业就创业看起来是直接追梦但因为缺乏经验跟磨练，最后失败告终而有些人选择先去大公司学习经验，建立人脉，时机成熟了再自行创业虽然是绕了一大圈但成功几率是更高嘛这个在我们生活周遭呢就有活生生的例子总而言之直线距离最短并不等于最有效率或最有效果，不一定。生活中呢有很多时候转个弯绕个路反而能更快更稳的达成目标而真正的智慧就在于能否精准判断何时该走直线，何时该绕道而行那这个就是属于选择的智慧了有一个道理呢也很值得我们去探讨，当旁观者不完全了解我们真正的目标时，他们所说的前进或后退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两个人对成功的定义不同那么其中一方对另外一方的进步或退步的评价可能完全不适用这个是非常有道理的举例来讲A B 的 A 一心想当作家，但他的朋友 B 认为进入大企业才算成功啦，所以当 A 辞掉了高薪的工作，专心写作的时候呢 B 可能觉得 A 的人生是退步了啦。但是从 A 的人生目标来看，他是在进步因为他正朝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迈进那这个时候呢 B 对 A 的评价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嘛。你认为退步，人家是进步因为 B 不了解 A 的目标，也不了解当一个作家是 A 的心愿这个时候 A 是进步还是退步就很难讲了，对不对？人生有时候呢看起来是退步，其实是为了长远的发展旁观者如果不了解这一点而开口去评价别人那可能就会造成误判人生道路的前进不一定是走直线的，有时候策略性的退让或者迂回或者转个弯更能快速达到目标。所以是前进呢还是后退呢，都在于我们自己的一念心有时候看似退实则进，有时候看似进实则退这就是非进非退的不二法门那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什么，
有一种学生呢，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呢，在学习什么这个基础概念呢，就好像学球类的基本动作一样啊。短时间内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什么明显进步，因为都在练一些基本动作哈。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因为他基础打好了，他学业突飞猛进了，大家又认为，他是进步神速哦。其实这个学生自己是了然于胸嘛，自己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在哪里，因此别人对他的评价是进步呢还是退步呢，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因为只有他自己本身最清楚。那以我自己的人生来讲哦，我50岁就退休了哦，把马来西亚一个5000多坪的这个土地跟工厂呢，那给慈济做事业园区嘛，那裸退回到台湾后呢，从新马2个分会的执行长回到台湾7年里呢，没有任何的头衔呢，只是一个普通的慈济志工而已啊。一直到几年前呢，在正言上人小以大义之下呢，我依教奉行承担了慈善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并且跟我家师姐呢他现在是马来西亚雪隆分会的执行长我们都是全职投入，都没有领薪水的啦。那在一般人的眼中认为，因为不理解我们的人生目标也是很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傻瓜他们会觉得，哎呦，有一点钱就有闲就退休了怎么不会去好好享受人生呢？或去环游世界呢？却是吃自己的饭，做别人的事情，他做的比自己的事业还忙，他靠我们到派给我那这个也是当人家不完全理解我们的人生目标的时候呢，他们对我们的评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每个人的理想跟期许不一样嘛，那其实每个人的学习跟学习路径跟目标呢甚至是生命价值观的各有不同啦。外界的评价往往是基于表面上的观察而已未必能够真实反映我们个人的真实状况，因为个人的真实状况只有我们自己才清楚，别人看不到，他也不清楚。因此过度在意别人的评价，可能会影响我们对自己人生目标的坚持那对学佛的人来讲这还算容易因为我们有名师指导迷津嘛，有导航师引导正确的目标嘛。那只要自己是信受奉行照着前人开好的菩提大道的高速公路走去就不会误入歧途走入旁门邪道所以转弯不单指身体的转向也包括心念的转化所以才说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嘛。那有一个志工据点，有一个志工的据点成立舞狮舞龙训练班以前那准备在来临的大活动中去表演。那讲好了每周都要定时练习的他们大概有几十个人的那由于这个据点呢分会呢靠近住宅区因此志工们就问我啦，这个击鼓会很大声呢，这样会吵到邻居那怎么办呢？怎么练呢？我回他们说那既然这样，那就小声击鼓嘛，自己听得到就好啦。看起来问题好像很艰深，其实答案很简单说破就不值1文钱了又有一次呢，海外贵宾来到我们分会的会所安单海外的那志工就向我反映哎呀，疗房里面没有小灯晚上睡觉会不会太暗我就回他了疗房因为紧邻高速公路所以当初设计的时候，窗户都采用隔音玻璃不让噪音进来嘛。也因为靠近高速公路呢，夜晚的路灯十分明亮，都会照进来这个疗房里面所以我们才用那个隔光的那个窗帘嘛隔光的窗帘嘛。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要懂得利用环境打开隔光的窗帘呢，光线就会自动进来嘛。所以需要光线的时候就推开窗帘让光线进来，不需要光线的时候就关闭窗帘把光线隔离在外嘛，就这么简单这个也是说破不值1文钱同理，心灵的过滤何尝不是如此呢？
想要看见阳光跟希望的时候，就要懂得打开自己心内的门窗啊，因为窗外才有蓝天啊。然而有时候我们不但关注心内的门窗啊，甚至大门深锁啊，那都已经无路可走了啊，更不用谈如何转弯了，是吗？严格说来了，关键时刻的选择，其实就是人生旅途的转弯处。懂得转得顺啊，就是一路平安呐；转得不顺啊，就会险象环生呐。所以人生旅途要一路好走，就要学习转弯的智慧啊。不过不是乱转哦，而是该转的时候才用心转，不该转的时候千万别转，否则会把自己弄得团团转呐。自转比较单纯，公转比较复杂。自转是外境不能转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的心念要转啊，这个叫做自转，自转法轮嘛，不是吗？啊，自转心轮嘛，啊，那公转是大家一起心随境转啊，而团团转啊，这个叫做公转好，那自转是自己一个人嘛，对，那公转是一群人嘛，啊，所以自转影响不大，因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公转就影响深远，影响整个团体啊，对，所以有一位志工就问我了，啊，如何转运啊？我回答他说，平常就要懂得自己转，自转乾坤，自转法轮，自转心轮啊，这样才有可能智者运命啊，也就是有智慧的人是操纵自己的命运啊。相反的，头脑死板板的。食古不化，墨守成规，什么事都是直来直往的，不懂得转弯呐，那这样很可能是愚者命运，就是愚痴的人呐，被命运操纵了，由不得自己的。所以人生路懂得转弯的人呐，应变能力会比较好啊。有一个女子啊，很苦恼的问的禅师啊，大师，我长得这么漂亮啊，每天出门都会被一群男生缠着告白啊，我又不好意思拒绝他们哦，请问禅师我该怎么办呢？禅师回答他说，这种事情没什么困难的啦，你只要卸妆啊，问题就自然解决了啦。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有人很容易被外相所迷惑了啊。卸了妆以后就是素颜了嘛，就判若两人了，很有意思啊。那办公室有2位女同事，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吵起来了。那这个经理呢，忍无可忍的说啊，太不像话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你们给我说清楚。2位女生又抢着解释，又各执一词啊，继续又吵成一团了。这个时候，这经理呢，急中生智讲一句话了：你们不要抢着说了，一个一个来。胖的先说，结果2个女生谁都不敢说，没有人说话。这个也是懂得转弯，事情就比较好处理的嘛。对，再举个例子来说，我的好朋友口足画家谢坤山先生大家台湾很多人都知道他了他在16岁的时候因为意外而失去了双手跟右小腿而且连右眼也失明了。你看，面对人生这么严重的一个遭遇啊，他选择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啊，也因为身残心不残，心理非常健康，而娶到一位美丽贤惠的太太，并且生了2个女儿啊，一家幸福美满而他也成为知名的口足画家了到处演讲，启发无数人的心灵这就是人生遭遇已遇不能转遭遇已经遇到了，但没办法转命运就是如此但他自己心转，结果一念心转的万境转知名演员林依晨大概大家都知道了可能都听过这个人他的人生原本并没有计划要进入演艺圈的，但他为了是分担家计参加比赛而意外踏入演艺事业。那他在分享的时候说选择让人生转弯，人生就真的会转弯。
那这说明勇于突破观念呢，接受新的事物啊，人生可能会因此开启新的篇章啊。这句话也是很有智慧的啊。同样的道理啊，古代文学家苏东坡，他被贬官后啊，放下对官场的执着了，转而投身到这个大自然里面呢，在山水之间呢，找到新的生活乐趣啊。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被贬官也是好事一桩啊，一切都是好姻缘啊，也因此创造出很多传世之作啊。这显示说，在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呢，懂得心念转弯，欢喜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反而可以开创不同的风景啊。那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些例子呢，说明了面对人生转折点啊，懂得适时调整心态，也懂得转个方向，最后还是怎么样？条条道路通罗马，并且柳暗花明好多村呢。截弯取直虽然是捷径嘛，但因为大家都要走啊，反而越会塞车耗时啊。绕道而行虽然距离比较远一点，但因为车少，反而通畅无阻，更省时啊。所以直路不一定是快路哦，弯路也不一定是慢路哦。但有时确实是直路是快路，弯路是慢路。那到底要如何取舍呢？那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呐。以前我在当新马执行长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有来自台湾的讲师来到海外那我们都会把握机会呢，邀请他们来分会的举办讲座。由于这就是临时安排的当我们向志工们宣导，把握机缘来聆听时啊，有些人就会说：“哎呀，那天刚好是我们社区每月一次的环保日啦，可能无法前来啦。”或有人也会说：“那天刚好是我们社区的志工联谊啦，临时才讲，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啦，讲座会的日子很不凑巧。”也有人会说：“那天刚好要开会啦，什么什么事情啦，可能不方便来了，等等。”理由都很有正当性。然而，如果头脑能够再转个弯，可能效果会更圆满了。那时候我没有勉强大家了，而是跟大家分析道理呀。我在会议中呢跟大家分享说的，资源回收或联谊会固然是固定的活动，虽然是固定的活动啦，但随时可以弹性调整跟安排嘛。但讲师从国外来到我们这里，我们是以逸待劳那是可遇不可求是机会难得。那轻重缓急要能够懂得取舍，这就是转弯的智慧啊。不懂得转弯而硬邦邦死板板的，这就是冥顽不灵，死板教条，这样会失去很多好的因缘啊。那听过我仔细分析之后呢，干部们豁然开朗啊！不但听到精彩的讲座啦，也不影响本来的活动，何乐而不为呢？对，我们常常会在生活中面对许多大大小小突如其来的改变，而懂得转弯的人呢，通常比较能够转念跟转进而转念跟转进能力高低强弱呢，会深深影响境界转变时我们的心境，会影响我们的心境。那如果是此人心坚不可移转，世事心坚不可动也。这句话我们曾经讲过了是佛陀对舍利弗讲的啦。意思是说，舍利弗啊，你很固执啊，你不但心存定见，又先入为主啊。那证严上人在开示的时候就说了，佛陀都已经为舍利弗受记了受记说将来会成佛。那舍利弗对大乘法还是存有疑虑啊，很难去动摇它，很难去移转它。那佛陀面对弟子都如此了，我算什么？我就是这个是证严上人作为师父的一种无奈了认为有些弟子还是很难调教，因为观念的根深蒂固，死板板的，只会执行不会转弯不会借力使力了，意思是这样子的那转念快的人，烦恼不会久滞心中转念慢的人呢，烦恼会如影随形
那生活中的大小变化，其实也可算是人生中的大小无常哦。大小变化能应变得宜啊，将来碰到大小无常，也才能够有能力去对峙得很好啊。其实就是在测试我们是否有能力应付变迁呐。这当然跟我们的心念是否能够随时自在转换也是息息相关的。有时候我们无法逃避事情的临时起变化嘛，甚至也无法拒绝它，就来了哈。那这个时候只有面对它，接纳它，但还必须以欢喜心去美化它哦。一旦圆满成就了，那就是顺利转弯的嘛，对不对？无论是身转也好，心转也好，影响所及，就是际遇也在转，也就是命运也在转了。这样即使命运不好，也会被逆转了。只要是观念正确了，这一定是越转越宽广，越转越圆满，越变越美，越变越达观了。那这样的人生路就会越来越好走了嘛。那人生在世呢，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呢，都应该学习变通啊。因为客观形势不断在变化啊，我们必须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而跟着应变。因天之时，就地之利，依人之力，则所向无敌呀。这句话是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说的啦。什么意思呢？就是唯有从应变中去促成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缘呐，我们才有可能克服困难，走向成功啊。对于善于转念跟变通的人而言呢，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困难只是暂时还没想到方法而已啦。而方法终究是会想出来的，所以善于变通的人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成功。人生在世啊，每个人的自身条件都不一样，那每个人遇到过的困难也各自不同啊。那么每个人采取的应变方法更是不一样。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哦，就是任何人遇到任何困难，都必须变通，不变通就无法克服困难了，很难走向成功这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啦，到达目标的意思啦。里面的变跟通就是转弯的意思啦。所以每个人都要依自己的条件去走出自己的路出来。要这样做，也是要有自知之明清楚知道自己的强项跟弱项然后还要了解外在的情势内外都了了分明，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殆就是立于不败之地了，才会成功嘛。人生跌入谷底也是好事一桩，因为你只能往上爬，再往下也没路了。你不往上爬，那就真的是绝路。如果你要绝处逢生，就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在穷尽之时懂得穷则变，变则通那这样就会看到希望不想转变，那就只好坐以待毙。所以当我们树立一个明确目标之后呢，我们必定会定一个施行的计划嘛，大家都是这样做事情可是任何事情都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往往一件事情发展跟变化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才有无常嘛，对那这个时候就要懂得什么转弯人生这样人生的路才会好走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这个心念的把持是非常的重要的好，我们今晚读书会懂得转弯路才会好走，就分享到这里。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